大家好，我是运飞。前两天咱们不是组了一个2000块钱的电脑吗？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那个矿卡5700XT，性能很强，但与之相对的就是大家说的炼丹挖矿卡啊。别的不说，里面的硅脂和导热垫应该都已经干了。那么要不就自己试试来换一下？刚好我就很好奇，大家之前说的水洗卡到底什么是水洗真直接进水吗？那就跟着我来第一次拆矿卡吧。我们先回顾一下这张卡的一个考卡的一个数据啊，晚点水洗完清理之后，再来看看它的一些数据，看看是否会有一些提升。那么点收藏，和我一起来试试吧。好，首先是把它的螺丝都给拆掉啊，它这个在电脑店里面人家说是完全原装的，就是没有拆过啊。这里我们先把这个风扇螺丝给拧下来，然后再来拧这几颗主要的螺丝。GPU 其实内部是和 CPU 的那个结构是差不多的啊，所以拆完这几个螺丝，按道理来说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就可以给它换掉。好，耶，咋这么松？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排线的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那这就是风扇，我操，里面好脏啊！那我们把排线先给拔开。这边就是它的这个主体，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完全拆下来了。它现在和它连接的话，主要还是这个硅脂，然后这边就是一个风扇，待会儿我们也把它们内部这些灰啊什么的清理一下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先打开，看看，哦，非常简单就打开了啊。然后可以看到这个硅脂是，我操，脏的嘞，非常简单的就打开了啊。然后我们可以先开始一个简单的清理，这个我就要移到外面了。我们先把风扇给拆下来，把风扇拆下来的时候要注意它后面的排线，然后拆下来就可以进行我们的下一步了。那我们就真正的来试一试这个所谓的水洗啊，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散热鳍片，还有后面那个金属盖板，还有咱们这个风扇一起放进去直接水洗啊。它这几大件里面没有什么金属板之类的电器元件，直接就可以用水洗，然后到后面晾干就行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显卡上面的这个位置啊，也是硬的不得了啊。然后先把它们都简单的刷一下，清一下灰，还是挺多灰的。然后我是直接使用503，也就是那个所谓的精密电子环保清洁剂啊，来冲洗它的一些杂质和灰尘，让它变得更轻一点，就是吸板洗一遍嘛，用吸板水洗一遍嘛。然后以前的变硬的硅脂直接把它给擦掉。然后咱们的风扇也用了那么久了，也得给它加点润滑剂啊，就上点润滑油。在清洗风扇这边的这个保护盖的时候，我们发现，就风扇那个安装的部位那里其实是断裂的，因为是老卡嘛，这个其实也很正常，所以这个拆一遍看一看里面有没有问题，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必要的。然后我们用这个502给它给粘回去啊。这就是用502，不管怎么用，最终手上肯定一定要有。接下来的步骤就是把风扇原样给安装回去，排线也给它接好，这个排线还是非常简单的啊。风扇这一块 OK 了啊。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步骤了，就是把咱们的这个导热垫片和硅脂都换一遍。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导热垫片的这个厚度，我们要先测量一下原先的那个厚度。我的这个就是1.5毫米的啊，这个千万不能变，变了的话，要么是硅脂压不好，要么是这个导热垫的这个接触不良。所以这一步真的非常关键，大家一定要测量好再去整，不然的话，你可能整完之后发现，这个温度怎么还比之前还更高呢？所以这一步非常关键啊。
把所有的导热垫片和硅脂都安装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测试啦。首先，我们先把它完完整整给安装上去。这个步骤还是非常简单的啊，因为各种螺丝它其实都是有区别的，然后螺丝也不多嘛，整个结构其实很简单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装机测试。OK， 上机了，然后来看看咱们能不能成功点亮。水洗矿卡了，这真是水洗矿卡了。在实际整下来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一个是我们拆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它的暗壁就是风扇架子，它是有一个是断裂的，另一个就是我们清理了里面的一些灰尘和垃圾，当然清洁度肯定是比不上专业洗卡的，但总比之前要好一些。然后最关键的，我们换了硅脂，换了新的导热垫片，在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它是否能够正常的使用，毕竟都真的水洗了，板子也直接用530冲了，那么来看一看吧。好，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个水洗矿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它是成功点亮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压力测试。好，现在是40多度，让我们跑起来。好，经过我们一系列调整之后，它的这个 GPU 温度最高是75度左右，然后显存节温的话是106度。然后 GPU 热点温度最高也就90度以下，完全达不到那个温控墙啊。现在是已经烤了7分钟，烤到10分钟估计也就这样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刚拿到这张显卡的时候啊，就是在人家老板店里面跑的 ，GPU 温度是85度，显存节温的话是90度，然后GPU 热点已经是超了112度了，而咱们这个我们来对比一下，你就会看到这个温度已经下降了非常多。GPU 温度我们是从85度下降到75度，然后咱们这个热点温度，就 GPU 的热点温度啊，是从112度下降到了86度。当然，这个显存节温是从一开始的这个90度上升到了104度，是上升了14度啊。显存节温它升高了10度左右，应该就还是它这个原始厚度和现在这个厚度不太一致所导致的啊。但是，这个就晚点再换吧。咱们这个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。然后我们也重新跑了 TimeSpy 的这个基准测试，我们可以来直接看一下结果。这个其实我们也跑了几轮，但是它的分数都有所提升啊，基本上就是显卡分数在9300分左右啊，然后整体的提升还是有的。一开始我们的跑分是9000不到，这个提升还是非常不错的。重点是再也不会撞到温度墙了。最后我们再跑一次这个 3D-Mac 的压力测试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结果。帧率稳定度97.6%，最佳循环这么多，最差循环这么多，循环次数20次，必须达到至少97%的稳定率，那就是稍微高一点点啊。CPU 负载、使用率、GPU 温度最高是81度，还行，感觉压得上呀，感觉压得住啊。然后后面我又调整了一下这个导热垫片，然后再次跑了一个压力测试，然后现在我们的压力测试已经可以98.7%通过了啊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温度，那 GPU 温度它最高的时候是87，然后 GPU 的负载大家可以看啊， GPU 的负载一直稳定在99%啊，就说明它这个散热情况是非常不错的啊。
温度相较于我们之前测试的下降幅度，它还是可以的啊。温度得到了一个控制，跑分也有所提升，但是幅度它并不大，应该是咱们这矿卡的底子就在这里了，毕竟都服役了这么久了，元器件老化啥的都可以理解。而事实证明，显卡确实是可以水洗，结果没有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折腾的一个过程，一起变得更了解了这些大玩具，还是很有成就感的。那么希望这次我们这个小小的显卡水洗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，帮助你多了解一点这些硬件。最后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，也欢迎留言。我是云飞，那么记得点赞、投币支持一下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